欢迎收看本期老高说电影，这里是数字美食频道。今天咱们要杂谈的电影是网飞2025年上线即霸榜的动作奇幻大片《不死军团2》。作为前作的续作，它不仅延续了长生不死战士守护人类的核心设定，更用密集的动作戏、深刻的情感线和烧脑的阴谋，把故事推向新高度。咱们这就顺着剧情，沉浸式感受这场跨越100年的冒险。故事开篇，安迪在昏暗酒吧见到黑人中间人，对方递来的情报让他瞬间警觉。危险人物康拉德正通过黑市转运大批重型武器，渠道隐蔽且目的不明。活了数千年的安迪深知，这种异常武器流动背后，往往藏着足以引发灾难的阴谋。他当即决定带团队一探究竟。次日，安迪与尼尔、小白、小黑摸到康拉德的深山庄园，这里的防守堪称铜墙铁壁，3层带电铁丝网环绕，守卫手持冲锋枪定点巡逻，更遍布热成像扫描器与信号干扰设备。小黑用探测器测试后脸色凝重，一旦进入，通讯全断，只能各自为战。面对绝境，安迪迅速制定计划。小白、小黑开车引走守卫，你们去车库开2辆跑车下山，把大部分人带离。我带尼尔和中间人从后门潜入，直扑主宅3楼康拉德的书房，搞斩首行动。计划刚落，尼尔忍不住吐槽：咱啥时候能有假期？你这千年卷王属性也太狠了。他曾是美军，当年尚有年假，如今跟着安迪24小时待命，365天连轴转。小白拍着他的肩苦笑：忍忍吧，我和小黑刚加入时也崩溃，现在早习惯了，咱们多拼1天，可能就少些人遭殃。凌晨3点，行动启动。小白和小黑借着夜色钻过铁丝网，轻松破解车库锁，开着2辆限量跑车撞开大门狂奔。庄园警报骤响，大半守卫跳上警车追击。安迪的调虎离山计完美奏效，他带着尼尔和中间人从排水管道潜入。此时的安迪已失去不死能力，伤口无法自愈，挨枪即死。中间人是纯凡人，只能紧攥安迪衣角不敢出声。即便如此，安迪仍握着用了几百年的短刀冲锋，与守卫侧滑躲子弹，挥刀封喉，动作利落却难掩脆弱，胳膊擦到墙角的血痕，半天没愈合。尼尔则尽显不死者的狂傲，他绕到湖边跳上游艇，撞向主宅10阶后扫射守卫，1分钟放倒10几人，抓着排水管往顶楼爬，途中被子弹击中肩腿，他竟徒手抠出弹头继续攀爬，可顶楼重机枪火力太猛，只能暂退下1层伺机而动。小白和小黑的引敌之路同样凶险，康拉德手下开越野车紧追，还朝跑车开枪。小白在2车相撞前爬向小黑车顶，却没来得及开门，被甩在车外，腿被树枝刮折。他强忍剧痛举枪射击，打爆追兵车胎，刚爬进小黑车，又与1辆黑车迎面相撞，跑车侧翻进湖。好在2人是不死者，几分钟后便从湖里钻出，浑身是伤却依旧坚挺。与此同时，安迪和尼尔在书房找到康拉德，对方见势不妙仍嘴硬，我已发出有人会替我完成大事。安迪举枪逼问买家身份，康拉德却摸向桌底枪支，尼尔一枪打穿他的手。眼看康拉德拉开手雷保险栓，尼尔推开安迪射杀康拉德，将手雷扔出窗外，任务完成。尼尔还顺走玻璃柜里的古老骑士剑，笑着说：战利品不能少。收队回基地后，中间人带来更惊人的消息，近1个月全球发生5起武器走私案，买家都是同一神秘人，康拉德只是其中一个渠道。他掏出模糊监控照，这是唯一线索，是个穿黑风衣的女人。尼尔突然惊呼：我梦见过她。他进古老图书馆杀了个男人，还拿走几本书。安迪结合此前匿名邮件，瞬间有了方向。我知道那图书馆和男人在哪，现在就出发。镜头一转，被放逐的背叛者不可终日酗酒，回家时竟遇到安迪昔日同伴阿琼。原来阿琼与安迪曾携手100年，中世纪女巫审判时一同被抓，他被装铁盒沉海，几百年在海底反复溺水复活，近期被救后满心怨恨，要找安迪算账，让他来老地方见我，否则我亲自找上门。布克只能答应传信。安迪团队很快抵达韩国，找到隐居深山的不死者图雅，活了2300年的图雅，年龄比韩国历史还长。他建了座图书馆，记录所有不死者的故事。得知安迪来意，图雅面色凝重。监控里的女人叫吴旭，是我见过的第1个不死者，活了比我还久。隐居500年，出山后疯狂买武器，找不死者起源文献，肯定没好事。安迪坦言自己没了不死能力，图雅当即收拾行李，我跟你去，不能看着他毁了一切。回到基地，
小白和小黑告知布克失踪，可隔天布克就带着竹筒信出现，信是阿琼写的。21世纪用竹筒装信，满是古风，信里满是怨恨。当年你承诺救我，却独自活了几百年，忙着拯救世界，把我忘在海底。现在你必须单独来见我。安迪执意赴约，尼尔急得大喊，这明摆着是圈套。可安迪不听，尼尔只能硬跟着。路上，安迪格外紧张。下车洗脸时，尼尔轻声说：“安迪，我从没见过你这样。”赴约途中，街边路人随岁月流转变化，仿佛穿越百年。最终，安迪见到阿琼，他的脸上满是沧桑与怨恨，两人的对峙一触即发，剧情也在此留下悬念。不死军团2最惊艳的是把爽感与深度揉得恰到好处，动作戏全程高能。尼尔驾游艇闯庄园，小白挂车反击，安迪冷兵器近战，镜头调度凌厉，打戏设计拳到肉，每段都让人热血沸腾，完全满足观众对大片的期待。更难得的是角色刻画，他没把不死者塑造成无敌工具人，安迪失去不死能力后的脆弱与挣扎，阿琼几百年溺水折磨的怨恨，乌雅隐居百年的平和，甚至尼尔对假期的吐槽，都让这些长生者有了人味。他们也会累，会怕，会记恨，永生不再是特权，而是背负百年的枷锁。尤其是阿琼的设定，既让人心疼他的遭遇，又能理解他的怨恨，情感张力拉满。不过骗子也埋了不少坑，无序收集武器和文献的真正目的是什么？安迪与阿琼对峙会有怎样的结局？这些悬念让人对后续充满期待。整体来看，不死军团20部诚意满满的续作，既有爽片的刺激，又有剧情的厚度，值得一看。本期解说就到这里，觉得这部电影不错的朋友，可以搜索看看原片，同时别忘了订阅、点赞、收藏数字美食频道，也欢迎在评论区聊聊你对这部片的看法。咱们下期再见。